又来了啊！黎智英这个案子啊，正在这个香港法院审着呢，走的是正规的法律程序，一步一步啊，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可是美国国会那帮人啊，那是真急眼的呀，火急火燎的搞了个什么议案啊，非要把这个黎智英捧成什么人权斗士。哎，我就纳了闷了，这年头斗士这个词儿就这么不值钱了吗？把一个要把自家房子点了还要引狼入室的人叫斗士啊？那咱这儿管这种人叫啥？叫败家子儿。他们不光捧人啊，还顺手把这个香港的司法系统啊骂了个狗血淋头啊！说这个香港的法院不行，说特区政府不讲理啊。这就像呢，隔壁老王自己家都是一地鸡毛啊，非得跑来指点你怎么管教孩子，还要说你家的规矩不对。但是这事儿吧，你乍一听啊，以为是美国那帮人讲义气要出手相救，但是我跟你说啊，这里面的水深着呢。这哪是救人啊，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作秀。而且这个事儿啊，有个更有意思的点儿，美国的特朗普他的态度啊，那是相当的耐人寻味。表面上看好像是挺重视的，实际上啊，嘿嘿，那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咱先说说美国国会啊刚搞出来这个议案，那个词儿用的啊，那是相当的高大上。这又是自由又是人权，他们说什么呢？说这个黎智英啊，在这个牢里头受到了非人道对待，还说他被单独监禁，搞得跟那旧社会的渣滓洞似的呀。这帮美国议员啊，一个个那说的是绘声绘色，这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呀，好像他们是亲眼看见了似的。可是事实是啥呢？全是扯淡。香港特区政府那边早就回应了，说的是清清楚楚，黎智英这老头啊，这么大岁数了，身体确实是有点毛病，那是一身的老年病。至于单独监禁啊，那是监狱欺负他吗？恰恰相反，那是他自己要求的。结果呢，扭头他在外面那个当律师的儿子啊，加上一帮西方过来的大壮啊，就开始嚷嚷：哎呀，监狱虐待老人了，把他一个人关小黑屋了，这是精神折磨呀！你听听啊，这还有王法吗？这还有天理吗？这就是典型的碰瓷儿啊！香港那是依法办事儿，该看病看病，该吃饭吃饭。美国这帮人呢，根本就没那个权利，也没那个资格在那儿说三道四。那你要问了啊，那美国这帮议员这些黑料他是哪儿来的？他们也没去探监啊。问到点子上了啊，这份所谓的议案里面的内容根本不是什么调查报告，全是黎智英那个宝贝儿子，还有他那花大价钱请来的那个西方律师团提供的单方面说辞。他们就是要把这个黎家打造成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再通过他们控制的那些媒体，什么 CNN 呀、BBC 呀，一股脑的把这些假话给散布出去。这西方老百姓哪里知道真相啊？一看新闻，哎呦喂，这老头好可怜啊，中国政府好坏坏啊。这套路咱中国人早就看透了，这就是舆论战啊，这就是泼脏水。面对这种脏水，中国能忍吗？你要是觉得咱们还是像100年前那样忍气吞声，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这回中方的反应那叫一个快准狠，就像东北人干架，不跟你废话，上来就是一通组合拳。就在美国那个什么破议案出来的48小时，也就是2天的功夫，中方连续2次出招。第一招，外交部驻港公使直接发声明，那措辞那是相当严厉啊。中心思想就一个，香港的事儿是中国的家务事儿，是我们自己家的内政，你们美国政客的手别伸太长，小心给您剁了。这叫反对长臂管辖。紧接着第2招，香港特区政府也发声了。特区政府这次可是没惯着他们那是逐条的回怼你说他被虐待，证据呢？我们这儿是有医疗记录的你说司法不公？不管哪个法官都是按照法律条文来的。这回应不是那种骂街式的回嘴，而是有理有据，把这个法律条文、事实真相全摆在台面上。中央地方两边配合，那叫天衣无缝，节奏紧凑，甚至让我感觉咱是不是早就预判到了呀？是不是早就写好了稿子，就等着你美国张嘴呢？你刚一张嘴我这巴掌就扇过去了。这就说明咱们心里面有底这场反击不仅仅是打嘴仗，这是在给全世界立规矩。中方这就是在告诉外界，香港的司法独立那不是谁想指手画脚就能指手画脚的。
尤其是现在法庭正在审理阶段，这是最严肃的时候，任何干扰，那不管你是美国总统还是国会都不好使。你想啊，要是这会儿因为这个美国喊两嗓子咱就怂了，咱就乱了套了，那以后谁犯了法，只要找个美国爹喊两声，是不是就能放了？那要这个法律干啥呀？所以这一波反击解气痛快。咱聊完硬气的，咱再来聊聊那个滑头特朗普这位懂王这次在这个事里扮演个什么角色呢？你看这个新闻可能觉得，哎呦喂，这特朗普好像也说过要救黎智英他在竞选的时候是不是也放过狠话？那是竞选，那是拉票，那是演戏。在选举的时候呢，特朗普那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个时候他为了拉那些反华势力的票那肯定得表现的坚硬点说几句我会把黎智英弄出来之类的豪言壮语这就跟有些男人谈恋爱时发誓说我要给你摘星星摘月亮一样，你听听就得了，别当真。可是等到他真的赢了选举真坐进白宫了，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你仔细琢磨琢磨，从他上个任期到现在，他对这个香港的态度其实一直就是个太极推手那早在2019年香港闹得最凶的时候，特朗普就说过一句大实话大概意思是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当时把那些乱港分子给气懵了心说爸爸你怎么不管我们了？现在也是一样虽然有些美国政客在那叫唤的欢，可是真正掌握实权的特朗普团队这小1年来那是相当安静你看中美高层现在在谈什么？谈经贸，谈谁买谁的大豆，谈科技，谈芯片卡脖子，谈气候，谈怎么减排。你在那个优先清单上看见黎智英这3个字了吗？根本排不上号对特朗普这种商人出身的总统来说，黎智英就是个弃子，是个没用的筹码。为了一个已经进监狱的老头去跟中国彻底翻脸，去牺牲他在贸易上的利益特朗普又不傻，这买卖亏本所以说特朗普政府现在是态度模糊，国会那边闹腾那是国会的事儿，白宫这边是该喝茶喝茶，该打高尔夫打高尔夫。这也暴露出美国现在一个大问题他们内部也是一盘散沙，反华是他们的政治正确，谁都得喊两嗓子，但是真要动手干架，真要拿出真金白银来搞事儿，嘿嘿，谁都不乐意当那个冤大头。那些国会议员也就是过嘴瘾搞搞听证会，发个推特，想让这些东西变成白宫的外交行动，难如登天那说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那既然这个特朗普都不想管，那为什么美国国会这帮人还是死咬着不放？真的因为他们心善？真的因为他们人道主义你要是信这个，那你就是太天真了。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他们这哪是想救人他们这是怕那个案子继续往下审，他们怕的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你说这黎智英是谁他可不是个卖报纸的普通商人根据香港那边已经公开的材料，这老小子跟美国前政府的一些高官那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你想想当年香港乱的时候，是谁给那些暴徒发钱？是谁在中间牵线搭桥？是谁跑到美国去祈求制裁中国？这里面有多少见不得光的交易？有多少美国政客的黑材料？那现在这个黎智英进去了，案子进入深水区了，要是法庭上一条一条把这个证据摆出来，把黎智英跟哪些美国人见过面，收了多少钱，听了谁的指挥，把这些全部抖露出来，那对某些西方政客来说，这就是个惊天大雷那就是暴雷所以他们现在急像这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必须得抢先发声，必须得把这个水给搅浑。他们要把这个黎智英塑造成一个纯洁无瑕的良心犯受害者。那这样一来呢，以后就算中国公布了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的实锤证据他们也可以说，哎呀，这是中国编的，这是政治迫害。这就是典型的先下手为强，想转移焦点，想堵住悠悠众口。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选票。在美国反华就是个大生意，谁骂中国骂得狠，谁就能上头条，谁就能拿选票。黎智英这名字美国老百姓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拼，但是只要贴上香港人权这俩标签那就是最好用的宣传武器这种买卖成本极低，收益极高，稳赚不赔。但是这出戏演到现在他已经穿帮了香港国安法一出，那就是定海神针。
现在的香港啊，早就不是几年前那个乌烟瘴气的香港了，社会稳定了，老百姓日子过安稳了。以前那些跟在黎智英屁股后面跑的乱港分子啊，那要么是跑路了，要么进去踩缝纫机了，要么就是缩着脖子不敢吭声了。美国现在想再靠这点舆论攻势来搅局啊，那是痴人说梦哦，难度比登天还难。黎智英被捕被审啊，这就是香港法治重建的关键一步。这也是给所有想当汉奸的人提个醒啊！哎，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归根结底就一句话：美国这帮人打着人权的幌子，实则是拿黎智英当枪使，想干涉中国的内政，想在香港这块地盘上再插一脚。可惜啊，这一脚踢在铁板上了。中方这次的态度就像咱北京城墙一样厚实稳固，香港的司法程序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干涉，国家的主权底线那是高压线，谁碰谁死。48小时内的2波回击那是实打实的行动。美国那个所谓的议案看着是挺热闹的，其实就是那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里特朗普政府现在的躺平态度也说明了他们心里面跟明镜似的，这事儿没戏。所谓的出手就力不过是一场为了各自利益的政治作秀罢了，演给选民看，演给盟友看，唯独骗不了咱们中国人的眼睛。黎智英的案子该怎么审就怎么审，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香港的法律不是摆设中国的决心更不是吓大的。咱们老百姓就把这个心放肚子里这一天塌不下来。这香港乱不了。中国有足够的信心，也有足够的本事，守住自家的门，看好自家的人。至于美国那边让他们让上去吧。正如那句老话说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